什么样的方式带长辈出游玩是最舒服 Yes， 面对那个景色，你会永世难忘。 Yes， 建议你订到住宿有 parking 会更加方便。 Yes， 整座火车人都是直接哇 Yes， 老人家要很开心。 Yes， 岳父是不好付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这里，我是贾瓜。我是 Jenny， 今天又继续和我们瑞士的第二集。关于我们在瑞士10天9夜的行程。那这一个行程是属于瑞士自驾游，我们还带那时候父母60多岁的长辈一起去玩。经过我们反复不断的带父母去旅游，得到了一个结论：什么样的方式带长辈出游玩是最舒服、最开心的？是的，这个是最重要，老人家要很开心。主要重心是在于整个行程是不会安排到很排很紧，没有到每一天都要换城市、换住宿这么的奔波。第一天我们抵达 Geneva 的时候比较轻松，住在机场附近的酒店。叫做 Crown Plaza， 带父母进去 Geneva 古镇那边走走逛逛。是的，因为我们坐飞机大概17、18个小时，马上先安排一个休息啦，去 Geneva 只是去吃个晚餐而已。哪一个餐厅？那个餐厅叫做 Restaurant La Amores。Les Amores， 错一个音不好吗？它是吃 cheese 火锅是蛮出名的啦。传统的瑞士料理啊，最后呢，岳父是不好付嘛。OK， 还觉得就这样。瑞士它可能对于我们马来西亚人来讲，尝鲜是 OK， 但是你叫我们直接吃，我们会觉得不是很符合我们的胃口。对对对，算是我们整个行程中花费最高一次。贵，测了158。果然对得起他的这个称号，全世界最贵的国家。我们一定要第一餐带我们吃看看瑞士的食物多难吃。关于这个花费，我们最后一集的价格那里才跟你们分享。隔天我们就去机场拿车，正式出发。第一站就直达，叫做我忘记了，喝一下香香的葡萄酒它叫什么 ，Domaine du Dulé。达雷我一直忘记。 Domaine du Dulé， 这个是非常推荐给你们。如果你们是沿途要往阿德布顿的路上去的，或是因德拉根路上，你们就可以停在这个中间点，叫做 Lutry， 瑞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小镇啊，那边很多葡萄酒庄，随便一间都可以。我们找这间算是网络上也蛮有名的，可能价格上也会偏高啦。我感觉这个价格花上去是主要买个体验感，买个情绪价，而且它的葡萄酒其实蛮好喝，重点那个 view 值真的很值。那个 view 真的太过美丽了。景色啊，9分，蓝蓝的天，白白的云，还有这样漂亮的湖，这样大片的葡萄园，这样漂亮的景色，不拿9分也对不起自己啊。Yes， 换名字啊，加个换掉啊，换人。在那边体验，感觉像自己像一个贵妇。那就不至于啦。那在 Domaine du Dulé 我们就买了一个长酒的配套，喝了3种酒，红酒、白葡萄酒还有玫瑰酒。才喝几杯就全部变成红酒专家了。比这个更好喝。我觉得是就这样，我拿了6支在这里就好了。不然你很容易贪心忘醉，突然间只有一个最好喝。是。那一样一支啊，就3支，这个6支，他们这2支一支不了。我每天喝1支嘛。哇，他在那边做批发商带回去啊。28瑞士法郎，我 pack 不是4个人。对他还有给一点 snacks 那些。由于他是10几岁，他就没有体验到。有啦，我有体验了，我喝了就漱口就吐出来。最后，因为我们有买一点红酒，还有 free 1 pack 给我们，所以我们其实是付2 pack。那个酒庄除了氛围上很棒之外，酒庄的 owner 也很年轻吧，而且他的解说关于这葡萄酒的东西，听起来就是很娱乐、很欢快、很 active 的一个人。是，而且蛮帅的。喝完酒啊，他会带我们去参观制造葡萄酒的过程，我觉得很好，不只是来看帅哥。小屁呀、对，还有一个重点就是，你们如果要去，记得 email 给他预约，现场直接去可能会没有位置，因为还有接 group booking。对好啦，喝完这么棒的葡萄酒之后呢，直接开车去 Bern 吃个午餐。Bern 有什么特点呢不是哪里？ ？Bern 就是瑞士首都，你在跟我是哪里？我都忘记掉了，那个不很短暂，因为我们只吃一个午餐就跑了可。以去它的河边看人家游泳下板，很特别的一个体验。接下来我们就直冲我们的酒店。那就是阿德伯顿啦，为什么会住阿德伯顿？不懂。原本我们是想要住在因德拉根这个地方的。好，不选那边是因为太贵了。我懂了。他了解我。阿德伯顿这里不去不知道，去了才懂。那边的是很棒的一个地点。我们住的这个住宿叫做 Curve Apartment and Lounge， 对吧？
差不多。怎么样差不多？这一间酒店好评之外，它算是在阿德布顿古城的中心不远处，自驾去那里也是非常方便抵达，而且本身酒店就有一个 parking 场，虽然是要给钱啊，有提供 parking 的住宿是非常非常珍贵的。对，如果你们在瑞士自驾的话，建议你订到住宿有 parking 会更加方便，真的很方便的点，你下去就有 supermarket。酷，你自驾完最喜欢有超市，你可以自己买东西自己煮来吃。住了3天，然后觉得很值得，一整间家1018瑞士法郎，还没有包括 City Tax，City Tax 是一个人3块多1晚。那废不多说，阿美给我们介绍那个房间。我们 trip 里面我最喜欢的民宿没有之一。你最喜欢可能是因为它的阳台吧？那个阳台太棒了，那是一幅画，一一给你介绍。这个房间是2层楼的，上下都有一个卧室，有一个很完整的厨房、饭厅和一个客厅啊。最主要的焦点就像前面说的那个阳台，哇，空间大，而且对面对的那个景色，你会永世难忘。真的是很漂亮。每一天早上起来就是很喜欢坐在那一边看那个景色。然后还在那边做运动。我也会。还有一个厨房，对于老人家来讲，尤其是妈妈，他们很喜欢逛超市。哎，第一个 tips 要给你们的是什么？自己准备好一些蘸料，Maggi 面啊、三八酱啊，或者是这种调味料啦，那个整个行程可以打鼾更加久一点。不只是限于带老人家了，年轻人也是要。唯一的缺点就是它没有风扇，而且没有aircon，没有这些东西也不用紧，因为晚上会真的很冷很冷的骗你。是的，只是它空间也没有很大，行李箱打开没有位置啊。还有另一个缺点，就一间厕所。但是它的阳台已经是把缺点盖过了。太棒了！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公共阳台那里看的那个景色，哇，那是最美的、最美的那个，而且是免费的哦。它还有很多免费的设施，比如说公共阳台啦、洗衣机、烘干机，然后还有一个 lobby space 啊，就是你可以在那边聊天、喝咖啡。这个经营者不是为了赚钱而起这一间住宿，而是让人在那边真的很好、很享受的体验。没错，没错，因为它是新开的，所以不确定几年后会不会是这样。我觉得他应该保持着这样。希望那个公共场所看那个景色，真的不要起任何房间，就是给全部人在那边可以看，真的太漂亮了。但是它不是给所有人，如果你是外来的，就不能在那边看。补充一个点，它还有免费我们在阿德伯登所有的交通券。那个是需要住2天以上才会有哦。介绍一下我们在阿德伯登住3天可以走什么，可以玩什么啦。第一，阿德伯登古镇那里你可以稍微走走逛逛，看看传统瑞士建筑的风光啊，很 relax， 可以玩一些活动，比如说你上山，那座山叫什么？ Chantanel. 第一座山叫做 Chantanel， 体验 Giant Swing。阿德伯登那边一共有3个缆车站，我们去体验了。上面看的每一个景色都截然不同。第一个这个 Chantanel， 它是荡出去没有错，看起来是很普通，但是你荡出去拍出来的那个画面，用对的角度的话，你感觉你自己在好像天空中荡秋千这样。真的超棒哦啊！我就不给你们透露这么多先，详情我们在下一集再跟你说。第二个我们去 Sillaranbul. 这个山玩那个 Tortree Bike， 这个非常推荐。强推，第一必须玩的，在阿德伯登肯定要玩。第3个我们去 Engstligen Falls. Engstligen Falls， 阿德伯登唯一的一个瀑布 cable car， 而且上到去上面，你看到景色，你会意想不到。上到去，你以为就是有一个小小的空间可以走动，不是，是一大片的平原，你可以任走。对，它上面还有很多牛，那个感觉就是好像人间仙境这样，很适合老人家。就在那边徒步、散步，或者是你喜欢爬山的话，你可以从那边的 cable car 买单程票上到去，过后再走下来，超级无敌刺激啊！虽然讲岳父岳母看了都怕，讲你说这些人走下山是作死，怕脚软啊。对于我爸妈来讲，那一个景点是蛮舒服的，可以很平缓的那个路走。这3个景点呢，我们的酒店给的那个交通票已经包含了的，省了很多钱了。在前往下一个小镇之前呢，我们途中还有去 visit 了另一个景点。它叫做 Blaussee，30分钟开车。照片看是非常好看，它有一种瑞士小九寨沟的 feel， 但是价格上有一点小小的不值得啦，因为它的那个湖有一点小。它就是小，但是它价格如果不换算的话，也不会很贵啦，就13瑞士法郎。
不过是美的是美的，是美的。如果你去那边 camping 啊，不是 camping， ，picnic 你可以带自己的卡餐去那边烧烤啊，野餐，蛮多瑞士人去那边。过度自己的时光的啦。嗯，而且那里也是有免费船可以坐，买那个门票的时候是已经包含在内了的。它设施也是蛮齐全的，有厕所啊，有餐厅啊，有 cafe，烧烤的那些设备啊。nice。你去包机的同时，你可以去附近有一个景点叫做 Ustinensi. 我今年是对，它就是一个在山顶上的湖，看照片非常的漂亮，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去成的原因是，那边在，excuse me， 那边在办event大塞车，然后完全没有没有 parking，我们只能撤退，伤心。对，如果我们自己自由行啊，没有带父母啦，可能我们会选择去另外一个地方停车，然后坐火车去这个景点，因为这个景点上面是需要徒步那些的。是比较老了一点。嗯，第5天我们就到瑞士大名鼎鼎的 Rotenbunnen， 沿途我们会经过因德拉根，哇，那个湖，也是一样的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刚刚在测那个估量，沿途那个湖更加漂亮。那时候秋季去的时候，那个湖是暗淡色、暗淡青这样的。然后我们这次天气桃花的那个湖的颜色是翠绿琥珀绿， Emerald。哇，那罗滕布伦那里是我一直都想在夏季时候去，因为那时候可以看到那个瀑布从上面下来，然后下面就是那个城镇，哇，当亲眼目睹到那一幕真的是太漂亮了，真是无敌美。航拍也是吓死人的漂亮，夸张，但是也是最多人潮的地方，对太多游客啊那边。给我的体验感呢，就是有一点 overrated。对我父母来讲，这个地方也不是很好走，车很多，它的路很小。也有 construction， 对我人来讲，要挤来挤去啊，天气又有一点闷热。没有办法啊，因为那里有一个火车总站啊，所以造成很多游客会在那边下来游玩。然后我们就带他们去做一个从 Rotenbunnen 前往更上面的一个小镇，叫做文根。人潮相对的少的，我们那边也其实没有走很多，就只是在那边 relax 喝咖啡。带父母的第二个要素呢，就是他们想休息的时候就让他们休息，不要逼他们走，给他们休息，然后我们可以继续走我们的行程。安顿完之后，我们当然是要继续探索，找一个新奇玩法分享给你们知道，那就是我们从温根上要去另一个地点叫做 Manneken， 上要去那里风景是依然的出色，太夸张美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瑞士3大名峰 Mönch、Jungfrau、Eiger 3大盲峰，盲峰。民房近在眼前哦，很壮观，很漂亮。附近也有一个小个游乐场，可以让小孩子在那边放电，所以亲子游上要去Manneken是非常合适的。主要我们在那里也是为了徒步一条路线啦。具体的攻略我们也会把它放在活动那一集，徒步路线真的很美，一一定定要看，要看我们那一集。一定要看。接下来我们前往瑞士另一个鼎鼎大名的地点，叫做 Grindelwald 那个是我每一次去瑞士，我都会把那个小镇安排进我的行程里面。不怎么好像你念 Grindelwald，不懂，它就是有一种魅力，太喜欢了。但是我这次去了阿德伯登，觉得阿德伯登会2刷啦。阿德伯登真的美感觉报还会再刷。为什么？主要是在于最近的游客越来越多。对，真的好多，因为我们是旺季去。对，夏季是旺季。对，阿德伯登相对的变成更加的珍贵，更加的好玩。那 Grindelwald 我们待了几天啊？我们待2晚而已，因为那边酒店真的是太贵了。如果你想要省钱玩这个区，建议你可以把你住宿是住在因德拉根，再坐巴士、火车或者是自驾上要去 Grindelwald 玩，但是会更加的省钱一些些。主要会住在 Grindelwald，一来就是因为带长辈，不想他们这么操劳。对，我这次的行程安排住宿怎么选？住在风景里，就是他们不出门，他们也可以欣赏美丽的风景。它确实显得很棒。Grindelwald 这一间 hotel 叫做 Boutique Hotel Panorama Grindelwald， 它的优点就是它的景色太美了，你可以看完 Grindelwald 的那几座山，真的超大，超级无敌近。我拍那个航拍我就吓到，那个城镇极小，我那个山怎么可以这样高？它有免费的 parking， 免费的早餐，刚好我们去到的时候是日落时间，那个粉红色的山，我讲说哦，那你有色盲。日落粉山。我令啦， OK 啦，这个房间有几个缺点也要跟你们分享。它没有电梯，这个是一个精品酒店的通病。对，如果你觉得不方便，你就不要选它。我就是那电梯帮忙搬上去。它的房间厕所是很漂亮，它的灯光有点暗暗的，是很浪漫的那种颜色。好啦，讲那么多缺点，人家的房间的床还是很舒服睡，好不好？床是很舒服，而且整个房间的氛围很棒，觉得那边很 relax， 很能 relax 啊，对啊。讲不出来了。
它早餐的 view 是我觉得是很棒的优点，就是你可以坐在那边看那个景色，就算没有用餐，你可以自己带食物进去吃。我们住客可以无限免费享用 area， 有免费的咖啡机可以使用。至于多少钱，我怕讲出来那个就是缺点，吓到你们。你知道我们住这样2晚，比我们住在阿德伯顿3晚还贵吗？夸张，尤其是岳父岳母的房间。对，因为它是酒店的关系，所以我们需要订2间房。我们这样住2间房啦，有1726.8块瑞士法郎。它是我们这个行程最贵的一间酒店了，也是我们唯一住的酒店，唯二。第一天的那个 Crown Plaza， 对，真的贵，但是风景是真的美。它就在比较高的那个区域。如果你要去下面的小镇走路，是有点不方便。 20分钟，但它是有巴士可以直达下面的小镇。因为住2晚的关系，所以还是有给我们公交票免费用。最主要的焦点，你要么就是坐缆车去到Jungfrau，要么你就是个活动爱好者去 Grindelwald 玩。我们选择的是第2个。带我爸妈去 First 玩，这一个 First 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攻略，因为一言难忘尽。记去你需要排队2到3个小时，所以我们做很多攻略是想要避免排队这么久。我们去了2个山，一个叫 First， 一个叫做 Finstag 都是玩活动的山，所以你住在 Grindelwald 去的地方都是活动。满满包你不会闷。详情请看下一集的活动。而下一个地点就是我们将前往 Jerman， 不过中途经过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，叫做 Gelmerbahn。对，这个就是瑞士非常斜的，好像过山车这样的火车。但是很缓慢的速度爬上去，因为真的很倾斜，差不多要接近90度了。我妈妈讲说啊，我要玩，我要玩。我爸她讲不要这样恐怖。过后的时候，我爸爸看到他这样慢的，他觉得不用玩也可以，因为不好玩，不刺激。我本身是很想体验，只不过天公不作美，要下雨了。如果要玩这个，建议你们可以去它的官网先预定，不然你可能来到现场会没有票。主要是我本身还是蛮伤心，因为这个你很想玩 Gelmerbahn。该怎么办？我真的很想上去，真的超伤心啊！也是我这一次的瑞士去很大的遗憾，也就是因为这个遗憾造成我还想去多一次瑞士。我算一下我的荷包，我要去洗衣机烘干一下钞票。我们就直接开车冲到去 Touch。为什么会去 Touch？ 是因为我们要去 Jerman。这一段开车路线是非常长的，接近要2个小时。不止，我们从 Grindelwald 去到 Touch 总共要3个小时多。它的路程不是说很远，但是它的那个路很难走。你需要翻越1座还是2座山？我忘记了，应该是1座山。一开头2座咩？不是1座吗？我忘记了，告诉你，开车的人不是他，还要记得我刚才接走了2座，因为我很紧绷，你知道那个伞呢这样丢下去，我怕。路又非常的窄，你真的不要跑太快，慢慢走。中途中还是有很多脚车添。翻完2座山之后就比较轻松一些，你会经过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个那种传统瑞士古镇，那种居民小镇，没有游客，我们也是没有下去做什么之类的。因为当天的天气也不是很好，所以提醒你们 driver 养足好精神，或者车上准备一杯咖啡。那到 Touch 之后，我们就要把车放在 Touch Terminal 的 parking 场，所以我不要开门给你。太矮，他 detect 不到你的身高，他 detect 不到你。我们可以停在 Level 2，就走过来 Level 2靠近那个门口那边，走过来这里火车站的地方非常的靠近。如果你停在 Level 1的话，可能你还要上楼那些。停车在这里的话，一天是17 Swiss franc。当然，如果你们在瑞士是选择火车旅行的话，也是很方便。你们可以用 Google Map 来找那个路线。什么放在它是在于自驾是不能够进入 Jerman 的，必须坐火车进去了。一进到 Jerman 之后，自己下雨，还好不是倾盆大雨，所以我们拉，快点找了 Jerman 专属的嘟嘟，去到我们的 Airbnb。那时候我们还在担心，叫说一辆 taxi 能不能进3个行李箱和4个人？这个担心是多余的，那嘟嘟完全可以 handle 到所有的这些单元。对，很可爱。不过是蛮贵一下的。我们2趟去跟回都是大概25以内，23块。这个费用是准备一定要给的啦，如果你住我们的民宿，你就一定要给；如果你住靠近的话，可以拉着去了。所以你自己选择，比较方便。你不需要有现金，它也是收 credit。记得跟他们拿电话号码，因为你 check out 的时候，你还需要叫他们来接你。比如嘛，这一间 Airbnb 呢，也是 Janice 另一个高光，他订的这个 Airbnb 哇，也是很棒哦。天公不作美。前面2天是无言罢了啦。对啦，没有利用到它的这个民宿的价值。里面的家居是非常 cozy，
非常非常的舒服的。一进到去我真的是有大吃一惊，然后厨房设备完全就是餐厅级的，你可以做大厨啊，怎么样的设备，怎么样的器材都有啊，很齐全。当然我们不是为了住在那边当厨师啦，它那里也是有很标准的2间双人房，2间厕所，这个也是很棒的，而且有一个很宽敞的用餐区。还有客厅也有阳台哦，很多人会爬到一个很高的观景台去看整个折曼的山景的嘛，不管是日照金山或是夜景。然后我们住的这个住宿就是那个全景，网络上搜索或者是 postcard 看到那个景色，就是我们民宿附近。我们住3晚，在这里的价格是1330瑞士法郎，个人觉得是蛮值得啦。唯一的缺点就在于它需要靠嘟嘟才可以到，离热闹区或者是离超市比较远。你需要徒步去买咯。它有一个电梯。哦，对，这个住宿有一个隐藏设施，那个电梯吓死我啊！那感觉像是一个活动。那根本就是彩蛋了啦，就是你看电影后面有一个彩蛋啊，它就是这种概念的。室内电梯，连你都不知道哎。我们的护花使者来了。对。过山车，哎，过山车。走喽！为什么我们可以用这种 built-in 的电梯，让我们可以很方便的从下面上到去我们的民宿？那电梯是最大的惊喜。但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些价格呢，是旺季的价格啦。如果你们淡季去，可能价格会更便宜啊。由于前面2天下雨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并没有在绝曼那边做太多的户外活动，只能乖乖的在我们的民宿休息、煮东西、逛去库边买很多菜。我们有逛一逛绝曼古镇啊。第3天天气还是很差。已经住了3晚，我们就希望讲说可以看到马特洪峰嘛，还是看不到，还是那种灰茫茫的，觉得我们已经没有希望了。不过杰尼斯很聪明，在绝曼你一定要做的东西就是去那个 Gruner Grad 上去看马特洪峰和其他的冰川美景。我就是去他的官网看了一下 live camera 看当天的那个天气。对，没有想到它上面是晴空万里，然后万里无云，然后马特洪峰这样大个。所以我们事不宜迟，冲！那一瞬间，火车从那个云海里面爆出来啊！马特洪峰直接秀在你眼前，惊喜惊喜，简直惊喜到下巴被打到，那个反差感你可以感受得到，你就哇，整座火车人都是直接哇。那不然你们就可以花大概半天或是1天的时间在那边，只是每一站都有不同的玩法哦。然后至于这个活动，当然是要去我们活动那一集看的，留守一下，因为我们这一集有一点长。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了。和你们总结一下 ，Geneva 我们待只个半天罢了。Adelboden 我们待了3晚 ，Lauterbrunnen Wengen 玩半天之后前 Grindelwald， 然后 Grindelwald 我们待2晚，最后在绝曼待上3晚。折曼你也有很活力，行程又很想要排到很密集的话，大概1-2天就够了的。那你会花1天的时间想要去体验 paragliding？ 那边有一些活动，徒步那个5湖，你怎么去规划这个行程？或者像我们这样去追黑绵羊，这就是我们瑞士自驾游的行程了。不知道各位觉得如何呢？瑞士自驾带父母的 trip 主要几个点，我们给你们总结。如果不想让你爸妈那么辛苦，以他们的疲劳程度为考量中心而安排你的行程。第2点，让整个旅程比较的生活化一些。怎么说呢？就是不一定每一餐都需要去餐厅吃，有时候可以自己煮，简简单单一餐也是很快乐，他们也是会满足，甚至会更加的有归属感。因为你会自带自己一些配料嘛，对不对？灵魂酱料是可以给我们补充能量，让我们可以继续在欧洲或者其他国家旅游更长一段时间。第3点是和第1点是一样，行程就不要排得太满哦，并不是我们的父母不会玩，只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安排的不够好，所以导致到他们没有那个兴致继续玩下去。对，我觉得还有一点，不要每一天换酒店，对他们来讲其实是蛮累的，可以一个地方待2到3天，让他们感觉像住在家里一样啦。这一集到这边结束啦。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。不管你们想要带你们的父母去到哪个国家旅行，希望我们这几个点可以帮助你们更好的规划你们的行程，祝你们可以玩得开开心心。好啦，我们这期影片就到这里啦，记得点赞、关注加分享哦。拜。